租车广播里播放着乘客被害的新闻，司机突然古怪地看了我一眼。美女，你觉得我像凶手吗？我一下子愣住了，脑袋里回想起刚才新闻里说的，近日出租车司机杀害女性乘客的案例接连发生。据警方调查，嫌疑人常出现在机场附近，并喜欢在雨夜进行作案。窗外的雨穿过黑漆漆的夜，正噼里啪啦地砸在车窗上。我有些害怕，嘴上干巴巴地说着：“怎么可能？您如果是凶手，就不会这样问我了。”心里却警惕起来。现在车上只有我一名乘客，如果他是凶手，那我的处境岂不是变得很危险？你别紧张。司机哈哈笑了起来。我是看你太紧绷了，就想缓和一下气氛，可不是新闻里说的那个变态。我配合着讪讪地笑了笑。窗外愈来愈烈的雨势好像要把一切吞噬，包括我坐的这辆出租。我心里莫名不安，如果他在这个地方对我下手，可能我喊破喉咙也没有用。等回过神时，车子已经开出了快1公里，突然发现司机没开计价器，在我提醒他后，他才手忙脚乱地摸索了半天打开。总之业务看起来极其不熟练，本就敏感的我觉得有些不对劲。一个靠开出租挣钱的人，怎么会不知道打表呢？司机顿了顿，有些欲盖弥彰的解释：“我第一次开出租，还不咋熟练，姑娘你可别介意。”不知是不是心理原因，我感觉他在紧张，像是生怕我误会似的。我心里警惕，但还是客气地回了句：“没事。”咚咚咚，后备箱里突然传来沉闷的撞击声，把我吓了一跳。什么声音？司机脸色一变，笑容有些牵强地说：“是我刚买的几条活鱼，想带回家吃新鲜的。”活鱼会撞出这样有频率的声音吗？我不怎么相信，甚至觉得司机在撒谎。想到这里，我不敢再往深了分析，只希望一切都是自己想多了。恰好闺蜜打来电话，我故意说给司机听：“亲爱的，我已经坐上车了，大概1小时后到家，你记得去小区门口接我。”说完，我偷偷看了眼司机的反应，当发现他似乎一直在盯着我时，我整个人都不好了。闺蜜还在电话里咋咋呼呼：“什么亲爱的，酱汁你交男朋友了？”她从小嗓门就大，我担心司机会听到，故作镇定地笑了笑：“好，你知道就行了，那我先挂了。”不理会他在那边的追问，我紧张地挂了电话。直觉告诉我，司机还在盯着我，可我却没了和他对视的勇气。那种感觉就像被隐藏在暗处的毒蛇盯上，随时都能扑向我。我低着头给闺蜜发消息，说明我这边的情况。这时司机诡异地笑了笑，他问我：“姑娘，你是和男朋友一起住啊？”我后背一僵，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他警校毕业的，我们一起住的话，家里人也放心。”什么男朋友，什么警校毕业，都是我编的。我故意这样说，是为了警告司机，哪怕他真的是坏人，碍于我男朋友的身份，应该也不敢轻易伤害我。原本我以为自己这样说完，会从司机脸上看到